影响人寿命长短的因素有很多，疾病、天灾人祸等，但有种好命的行为人最容易犯，最难改正，贪色纵欲。有缘人，今天这个影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如果你认真听的话，会对整个的生命修炼和升华有很大帮助。那么精液是由精子和精浆组成，精子与附睾、精囊腺、前列腺和尿道球腺的分泌物混合，形成精液，其中精子占到10%，其余为精浆。它除了含有水、果糖、蛋白质和脂肪外，还含有多种酶类的物质、无机盐和矿物质。比如精液当中含有锌元素，正常男子每次射精的量一般是3至6毫升，每毫升精液的含量一般有2000万到4亿的精子。如果说少于2000万精子，就不容易使卵子受孕。性生活的价值导向。那么这个话题，我想很多朋友会忽视掉。性生活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在这个本能的驱使下，其实还包含着很多元素。我们总结如下：创造新生命，也就是种族延续的本能需要。激情与享乐，这就含有心理需求、生理需求的本能需要。情感婚姻，那么这就涉及到亲密伴侣关系的需要。为了活得更好，活得更久，也就是幸福长寿的需要。灵性的成长，也就是合一的需要。合一首先是男女之间的合一，然后再是人与神之间的合一，最后达到人与道这样的一个合一。那么这样就叫灵性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由性引发出来的5种重要的需求，我们进行了归纳。你的惊天鬼去向哪里？模式1：性爱射精虚损独乐枪声折寿。模式2：性爱固精补益大乐养生长生。你的惊天鬼去哪儿了？那么天鬼的话，稍有一些基础都会知道，《黄帝内经》里面上古天真论这个章节当中，主要论述的就是天鬼。那天鬼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要把这个话题讲清楚，要花很长时间。那大概讲的就是天真之能量，就叫天鬼。天代表先天性的一股纯阳的能量，鬼代表一种纯阴的能量。因为天鬼是先天的一股能量，所以含有阴阳2气，但是它又不属于阴阳。如果到了后天，那么这个天鬼就有4种形式来呈现。第1，惊天鬼；第2，夜天鬼；第3，气天鬼；第4，神天鬼。那么我们的天鬼能量去哪儿呢？因为按照《黄帝内经》所讲，我们人的正常寿命是120岁，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才75岁左右，日本85岁左右。那不管是75岁左右、85岁左右、
离我们上天造人的这样一个使用寿命而言的话，少了有30-40年。那这30-40年的岁月，时间哪里去了呢？下面我们画一个等式给到大家。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他就说人至40，须知房中之术。房中之术的精要在于辟故而已。房中之术能使人气力100倍而智慧日新，意在补益以浅极也。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房中的要义阐述无疑。第一，房中的精华在于固精，这是它的精要所在。第二，它的作用使人气力100倍，使人体有力量、有活力，而智慧日新，使人体产生智慧，使大脑得到激活。第三，意在补益，可以通过能量补充身体，然后疗愈疾病，所以教义在补益以浅极也。内经里面也描述到这58肾气衰，58代表40，也是中年。58肾气衰，发多迟枯，头发掉了，牙齿也枯槁了。孙思邈先生还说，年过60，当必经物泄，就是岁数大了，以后要学会固精。那么现在，我们无论是养生还是修身，都要把固精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以为可通达神明。3. 为什么古人将养生叫摄生？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精是基础物质，是髓精液的生发之源。水有源木有本，有精才有气，才有神，无精就打采，所以叫精彩、精力、精神、精气。第二，性行为模式的差别。现在我们的这个啪啪的模式是一交即泄，而按照传统的房中养生有5个阶梯：一，交不即泄，改变以前一交即泄的模式；二，数交一泄；三，多交少泄；四，交而不泄；五，还精补脑。所以说，古人把养生叫摄生，就是要把老天的和人体生命能量的，以及滋养生命能量的这些物质，不管有形的、无形的都招摄，故摄到体内来滋养我们的血肉之躯，这就叫摄生。那么摄精跟这个往外的摄精正好方向是相反的。第三，气球原理。气球当充满气的时候，它富有弹性，充满力量。你看足球、篮球一旦充满气的时候，能踢很远很远，而且不会坏。但是如果泄了气的皮球的话，干瘪了，就不能产生那样的活力跳动。那么人的精能量跟气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第四，对骨骼的影响。我们看婴儿即使摔一跟头，也不容易出现骨折，而老年人仅仅用力打一打苍蝇，就可能产生应力性骨折，或者摔个跤产生骨头粉碎性骨折。这其实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髓里面的水分流失太大了，使钙流失太多了，所以导致骨质疏松，
骨骼非常脆弱。第五，用进废退，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殖机能长期处于一个废止状态、不用状态，它的机能就会倒退，所以这就叫用进废退。第六，射精就是人体能量的泄洪，因为在爱的过程当中，这个现象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忽视掉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爱？那是因为刚才我们上面讲了5个原因导致了你要做这件事情，但如果是我们为了以上5条的一条，也就是为了生命的延续，那么我们每一次爱射出去数以亿计的精子也情有可原，因为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可是当我们完成的生命的繁衍之后，10年以后，我们依然在啪，依然在射出精能量，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对身体有益的呢，还是亏本的呢？所以说这个问题先抛给大家去进行思考。因此我们说它是能量的泄洪，瞬间这个能量出去就不属于你了。第7，物极必反，因为当极致高潮体验的时候，那种快乐借由你的能量的泄洪瞬间跌落到沮丧的谷底。这就是为什么房中养生古人叫射生。4，天癸是人体汽油，生殖能量在中医学中称为天癸或精气，道家称为小药或外药，西医将它与激素相提并论，是一种明显而强烈的生物电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欲火焚身、性兴奋。密宗里面所说的拙火，都指的是这股生殖能量，它就像汽油一样，是原始的生命驱动力。养肾系统让我们学会从生殖器官部位提取这个能量，使它循环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样就能体验到全身性的高峰体验，还能够改善健康，发挥疗愈作用，因而古人称之为回春。在道家学派当中，会将这个小药，就是这股能量在身体里面沿着任脉、督脉循环往复的运行，当能量从脊椎的椎管里面上升到头部的时候，这个过程叫进阳火。当能量从额部、舌下到丹田的时候，叫退阴符。久久行之，就达到人体能量的阴平阳秘。阴平阳秘是《黄帝内经》对人体健康态的一个最高的描述。阴性能量处于水平，而不是阴沉；阳性能量处于致密，而不是亢奋，重新建立生命秩序。所以古人称之为生命再造。掀翻地府要寻天，我命在我不由天。当我们的生理上达到阴平阳秘，并不会出现阳亢现象，而是一种活力充沛的表现，并且心情平静而充满了幸福感。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以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满足欲望，其实是因为不能驾驭这股性能量，不会归藏和转化所致。那么这一点也是道家房中养生的一个核心奥义。5. 精液背后的玄机，这也是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首先，
我们讲讲精髓的关系。5.1 精与髓的关系。人们在性生活的过程当中所分泌的精液，它的成分和脑积液、脊髓成分完全一致，这个发现很了不得。这是美国医学家在一次生物试验发现的。男性的精液中含有大量的由脊髓原液所构成的生化物质，除了含有蛋白质外，其余维生素、黄色素、胆固醇、磷脂类、锌及柠檬酸等含量与脊髓液的含量等同。也就是说，我们射出去的精液跟我们椎管里面的脑积液是同等物质。那么富有智慧的同修就知道了，为什么道家学派要讲到固精，就是源于精跟髓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叫精髓。抛开种族歧视的层面，我们讲一个客观的事情，黑人普遍性放纵，所以智商普遍较低。白人中犹太人严格遵循婚前禁欲、婚后节育的传统性禁忌，所以科学天才辈出。现实证明，一个民族若都能修身寡欲，其民族的平均智商水平会日趋上升。5.2 人的大脑与睾丸竞争同一种资源，这一发现让人感到惊骇。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资源上通脑，下通生殖器官，那么我们大脑中需要一个非常特殊的物质，叫的 DHA。DHA 水平低的精子活动率很低很低，然后 DHA 的数量与人的寿命、智商息息相关。所以说，耗费越多，寿命越短，智商越低。动物为了活到它应该活到的年纪，我们叫天年，都有严格的控制 DHA 使用的机制。人类是地球上最纵欲的一个物种，很多的动物只有在发情期才有交配，不是一年四季都像人类这样都可以自由交配。因此很多动物都能活到它的天年，而我们人类却不能够。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历代的帝王平均的寿命在40岁上下，普遍比较低，主要的原因就是纵欲。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就这股能量上耗性，下耗命，导致了我们的智商、记忆力、体力下降。而犹太人特别重视家庭的稳定性，反对纵欲，所以这个民族智商一直在世界上保持着领先地位。所以庄子曾经指出，重人重利，廉士崇明，贤人尚智，圣人贵精。5.3 10大精子之谜。精子当中有10大谜团，我将为大家一一解开。精子顾名思义是男人的精华，具有丰富的、最珍惜的营养成分，对人的健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性生活对男人来说，既是一种享受，同时也是一种负担。因为一旦极致高潮以后就非常疲惫。为什么呢？因为身体里面的精华能量流失掉了。因为精子中含有蛋白质、核酸和氨水，这些都是人体能大量摄入或大量合成的物质。但是
还有一种微观物质是我们很多人所不知道的，那么这就是道家讲的精气。正因为人们觉得蛋白质、核酸和氨水这些物质可以通过饮食水谷来补充，所以有的医学家就认为精子是十分廉价的。那为什么雄性苍蝇在交配前，它的状态不管如何都好，但是一旦交配结束以后，很快就会死亡？为什么？为什么雄螳螂那么好斗，但是一旦与雌螳螂交合以后，就可能死在雌螳螂的身上，然后雌螳螂就有可能把雄螳螂给吃掉？再比如，在澳洲有一种蜘蛛叫黑寡妇，它们在交合过程当中，雄蜘蛛就会死去。所以说这种蜘蛛是没有父亲的，因此就把这种蜘蛛叫成黑寡妇。那为什么动物的交合、昆虫的交合会出现这样一个生命死亡现象呢？这就说明在有形的精子层面必然含有无形的能量层面的因素。那么奥秘到底在哪里呢？我将从下面10个方面来与你探讨。第一，性交1分钟和性交30分钟，只要射精了，它的疲劳程度相差不大，这就说明与体能消耗关系不大。在性交时会出现这样一个珍贵资源的流失，那么这个珍贵资源，现在的科学已经找到答案了，它就叫精子素。第二，男人的精子对成年母鸡做喂养试验，母鸡服用后，毛色与未服用的母鸡相比有明显改善，服用4天后十分明显，而服用7天以后，毛色对比就更加亮丽。这就说明精子是有精华、有丰富营养成分的。第三，精子中含有一种功能很强大的营养物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珍稀生物小分子，叫精子素。第四，不同的情形下，排出的精子量也是有变化的。比如说与情人偷情，这个时候男子要射出6个亿甚至更多的精子来进行精子战争。最让人惊奇的是，男性的身体似乎能够极其精确地调节其射出的精子数量，如高智商的犹太人和中国人射精量通常是欧洲人的1半，大概是1个亿左右。第五，精子战争的本质是大兵团作战和遵循优胜劣汰法则。什么意思呢？在原始社会，或者说当我们还是母系社会的时候，一个女性可能在1天当中可能与若干的男子发生性行为，那么1天当中就可能有10几亿的精子在狭小的这个阴道里面，那么他们之间要争夺这个繁衍权。这个时候精子与精子之间就发生了战争，只不过这个战争是很微观状态下发生的，而我们人的肉眼似乎看不到，但是这种战争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精子要通过众多的考验，优胜者才能与卵子结合，完成其受精的使命。所以高等动物的精子要具备十分完善的生物学特性，特别是免疫能力、承受恶劣环境的能力，才能通过重重的阻碍
达到受精的目的。男性一次射精的量达到1-2个亿，而女性一次排卵只排出1个卵子。大家由此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就是大兵团作战，数以亿计的子弹只为了击中1个卵子。大家说是不是大兵团作战呢？但是女性从一出生，她的卵子的数量就是固定的，一般是100到200万个。然后到了初潮的时候，就是来了月经以后，卵子在随着人体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不断的会被闭锁，会被消耗掉，所以到了初潮的时候，只剩下10万到30万个了。而且在每个月月经周期期间，还会有大批的卵子跟着一起启动发育，但是最后只有1个卵泡会发育成熟，成为成熟卵泡，然后排出。所以女性一生当中实际上只有400到500个卵泡可以发育成熟而排出，也就是可以受孕。那么从理论上讲，每一个精子都有能力制造出1半的人。那如果一次射精，数以亿计的精子能与卵子结合，那么就能制造出数以亿计的生命。美国有个性学家叫金赛，他在《男性性行为》这个书里面就说，男人平均一生当中的射精次数约为5000次。5000次如果说成以1个亿的话，那就是5000个亿的这个精子这一生当中可以制造出来，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所以说是大兵团作战，但是制造精子不是无缘无故就会造出来，因为是要原材料的，而原材料又是用来强化身心和疗愈的。但奇怪的是，人类的性行为更多的是为了享乐，而非孕育，从而浪费了大量的性能量来剥削身体，透支身体，掏空了生命能量储备。那么这种现象，道家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鱼类通常是上万个鱼子当中或者后代当中仅能生存1个。对人类而言，后代的死亡是一种几乎要崩溃的痛苦。我们眼睁睁看到自己孕育的孩子夭折，或者说白发人送黑发人等等，这些都是对人类而言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种现象。因此，高等动物增加了另一种对后代的淘汰方式，就是精子阶段的残酷淘汰。也就是说，当我们生命胚胎没形成之前，就进行了残酷的精子战争进行淘汰。而这样一个残酷的淘汰方式是一种被动的淘汰方式，但是却不会使人感到悲伤，因为毕竟我们看不到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就是人类进化一个奇妙的一个地方。第6，精子的秘密。作为负有传宗接代任务的人体战略级细胞，那么这个在我们人体解剖中就叫上皮细胞。因为我们制造精子的地方，它的工厂在我们的蛋蛋里面。我们知道蛋蛋里面有这个经取小管，经取小管的上皮细胞产生精子，经取小管的间质细胞产生雄性荷尔蒙。精子作为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战略级细胞，它里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
珍稀的营养成分。刚才我说过了，叫精子素。这种成分是神经系统、骨髓干细胞系统、男性生殖细胞系统必须的成分。对这3个系统而言，这种成分的多寡决定了它们功能的强弱。人体分配这种成分到3个系统上，维持着一种巧妙的平衡。根据大量人体实验和研究表明，一名22岁到28岁的亚洲健康成年男子，在一次正常射出精子后，身体至少需要7到9天才能够完全再次合成精子精液。30岁以后需要12天到16天，42岁以后需要18天到23天，50岁以后需要35到41天。那么这个时候，合成人体精子的能力越来越弱了，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开始逐渐老化。医生通常就会建议要减少爱的次数，而60岁以后则需要51天到59天才能够合成很完美的精液。精子，这个时候孙思邈告诉我们，就是最好要辟谷了，不要去泄精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医学发现，60岁以上的人进行性生活有中风和猝死的可能性或者危险。所以说，性是什么呢？性是生之门，死之户，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第7，精髓分离。精代表气，髓代表精子和精液，精代表气能量。那么用现在的话讲，就等同于精子素。高等动物的精子必然含有十分丰富的精子素，同时由于精子素太过珍稀，而高等的动物生成精子的能力很强，交配权争夺比较激烈，很多雄性都没有参与交配。特别是在动物界，鹿王、狼王、狮子王它们可能有交配权，其他的雄性鹿、狼或者狮子可能没有交配权。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大量的精子素都参与到精子的分配上去，那么对雄性的能量无疑是一种非常大的消耗。所以说，人体是智能的，为了保证不浪费这种雄性的高等物质精子素，于是采用一个特殊奇妙方式，叫现用现转。所以什么是现用现转的方式呢？就是在爱的时候，到达极致高峰体验的时候，即将喷射而出的时候，精子素材瞬间与有形的精子精液合成，从而射出体外。那么这样就杜绝了在体内就造成了浪费。这就是人体的智能系统所产生的神奇的功效。那么这样的人体机制为我们的养生其实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什么契机呢？就是说，为什么道家如此重视固精？因为只要精子不流出体外，那么高等的营养的珍稀物质精子素就会在体内。在房中养生当中，其实有3个层面是要逐步突破的。第一个层面叫生精，叫补亏救损，添油续命。当40岁上下或者年轻时候纵欲，这个时候身体就亏虚，精不足，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自我补导的方式，比如诸子兜肾囊法，
比如说千金座、开关斩窍诀、千金锁等等方法使精气不足，这就叫一层生精，补亏救损，添油续命。那么当我们的精能量补足以后，很多人又把它当成消耗的资本，又去纵欲去了，边补边耗，就像个漏桶漏气一样，无法承载生命的精纯能量，最终还是走上虚弱、疾病、早衰，这也是不能长寿的根源。第二个层面叫固精，那么中国的古典性学，或者说我们道家的房中养生，就提出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阳关一闭，个个长生；阳关一闭，神仙现成。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还不能固精，那你连门都莫入。所以说第二步就要达到固精，最起码要达到摄精自控，自我控制，一切操之在我。否则你拿什么去谈双修呢？你谈什么跟你的另一半进入灵魂之旅呢？你本身就是一个漏气，你根本无法转化这个能量，所以说那是属于意淫的范畴，一厢情愿的范畴。所以说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回归到一层生精，二层固精，最后达到第三层化精，把精能量转换成无形的能量，教练精化气，还精补脑。那么这样自然的就从色性达到灵性之光，用祖窍跟祖宗跟宗金链接产生从色性到达灵性之光这样一个生命的真爱之旅。第八，女人比男人更长寿。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柔弱胜刚强，你看女性看上去柔弱弱的，但是她的平均寿命比男性要长，看上去她的免疫能力比男性的低，更容易罹患免疫系统疾病。有的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医疗环境和医疗条件比男性还低，但是女性却一样能够长寿。为什么呢？因为男性的精子素以精子携带式转移，不断地转移给妻子的缘故。男性的精子素积累比女性少，自然比女性更容易衰老、死亡，而精子素的不断补充使女性的健康状况不断改善，自然比男性更容易健康、年轻，就是这样的缘故。这是我们讲女性为什么比男性长寿。另外一个，女性天生比男性富有智慧，女性到了50岁左右就会出现更年期，她的表现形式就是卵巢不再积极工作了，而是使月经不产生了，不排卵了，就是叫罢工了，不去传宗接代，去服务了。因此他的能量从50岁左右就能固守在体内，不再每个月流出了。可是我们男性呢，由于阳主阴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明明不行了，那也不能怂，怎么办呢？吃药，吃伟哥、冬虫夏草、壮阳药等等，有副作用也吃，就为了那个欲望所牵引。因此男性即使到60岁还依然有在射精，有的是80岁还在做这个事情。因此
它的精能量流失比女性要多，这就是男性的身体没有女性有智慧。女性天生就知道营销，把自己打扮漂亮。那么对于美而言，对于女人而言，美就是一种资本，魅力就有资本。所以说女性是天生的营销大师。再一个，由于女性在交合过程当中，她的分泌物的营养程度没有精子那样精纯，因此她对身体的伤害没有男人那么明显。这也是因为女性她是受气，而男性他是湿气，叫阳主阴从，阳湿阴受，所以女人怀孕叫受孕，男人叫射精，一个是给予，一个是受纳，他们是这么一层关系。第九，精子对人类的寿命有着深刻的影响，纵欲会对人体产生极大危害，过度纵欲甚至会羊脱而死。那为什么纵欲呢？就是不知道精子的奥秘，所以说不知道节制。青少年的时候，很多人身体还没发育完全就纵欲，手淫、撸管，更容易导致肾虚、腰酸、智力和体能的下降，严重的话还会使生殖器官发育不良，甚至停止发育。因此性教育很重要。还有的中老年人在夫妻生活过程当中产生中风，民间叫上马蜂，或者在交合过程当中感受风寒，或者环境不好紧张导致身心疾病等等。那么首当其冲，男性是比较大的受害者，因为男性在射精的瞬间，全身的毛孔会打开，是一种大泄，能量会从毛孔中散发，然后从下面又有流淌。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房中养生，一定要知道这个危害，一定要学会一个本领，叫固精，要射精自控。此生一个男人如果不掌握这样的技术和技巧，那么找乐就等于找死。第十，元精是浊精的酵母。大家都知道，有机物由于某些菌或酶而分解，那么这个就叫发酵。酵母的真实称呼是酵母菌。酵母是一种单细胞真菌，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型单细胞微生物，能将糖发酵成酒精和二氧化碳。那么酵母菌分布于整个自然界，它是一种典型的厌氧微生物，在有氧和无氧条件下都能够存活，是一种天然的发酵剂。那为什么我要讲到酵母呢？这里面其实我要阐述一个非常玄妙的机理，就是先天之精跟后天之精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先天之精秉承于父母，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先天之精存储于我们肾中，我们就不能够对后天的浊精、生殖之精产生发酵。如果说我们的先天之精没有后天的水谷精微的滋养，那么先天之精就会衰竭、枯竭。因此先后天的精能量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说伤了后天会连带伤到先天，那么养了先天也就会补充后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所以说频繁射精就会令我们髓海的水位迅速下降，那么脊髓中枢神经的支撑能量突然减压，连锁式的反映到大脑，然后疲乏感力即迅速传遍全身，甚至全身有种瘫软疲惫不堪。这就是前谢卓经号坎爻后谢髓海市命保的一种内在机制。那么以上所讲的其实就破解了道家和佛家漏尽通的本意。因为佛家讲漏尽通，虽然讲得更加广义，但是漏尽通当中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效应，叫生根漏，所以我们要把它固摄。这就跟道家讲的断白虎如出一辙。关键是后谢髓海市命保，因为前面是浊精，后面是水的能量，同时在阴跷并合，先后天的这个资粮全部从下面流失掉了，所以叫下流。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后谢髓海市命保，损失浪费天真肾水。天癸能量的失控是生命健康的大忌，如果说这个能量不能够固摄的话，那么就不能达到更高的修炼水准，更是漏尽通修持中必须率先解决的修命关键。道家教主基 5.4 人类天癸能量的消耗方式。第一，节律低漏，知常曰明。人类天癸能量的消耗方式通常有3种。第一种叫节律低漏，也是老子说的知常曰明。什么意思呢？在一般常规情况下，也就是普遍规律当中，男性每8年，女性每7年会滴漏光一个爻体的能量，消耗完仓库中储备的16，较为均匀，不急不缓。第二，快速滴漏，不知常，妄作凶。当年皇帝问他老师说，为什么上古之人都能活到天年，而现在之人不然也，半百而衰呢？然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今时之人之不然也，以久为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食于神，勿快其心，溺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那么这段话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知常，妄作凶，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规律，所以说妄为妄作，然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对身体伤害的现象，叫不知常，妄作凶。那么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五脏皆衰，筋骨懈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那么这是《黄帝内经》里面对于不能获得天年之寿的一个振聋发聩的一段文字，值得我们好好的玩味。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人呢，以酒当成琼浆玉液，把颠倒黑白当成是一个常态化，喝得酩酊大醉，醉已入房，以纵欲耗散其真，又不知道把精气持满，又不知道如何养神，勿快其心，
就知道发泄，违背了生命规律的找乐，起居无常，饮食不节，所以最后达到半百而衰，导致五脏皆衰，筋骨懈堕，发鬓白，行步不稳，而且经中无子。这就是第二个叫快速低漏。第三，慢速低漏之常容。那么第三种人体能量低漏方式是什么呢？叫慢速低漏，这也是我们养生要掌握的方法。老子说知常容，就是知道生命规律，然后从容不迫，叫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然后又说治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其复。夫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讲得非常清晰明了，这就是慢速低漏。那么道学中发现了生命中这三种低漏的方式，依照伏羲、黄老的方法诞生出了漏精通的修习方法，所以说是为道密，以此道生。那么中国古典的房中养生精华，其实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了。第一句话乐而有节，则和平受考。第二句话圣人不绝，和合之道。但贵于密闭，以守天真也。明代宝阳子曾说，大凡见美色而起贪爱，使身体奔逐于声色之中，叫做外感之欲。夜深睡在床上，念念想得到美女的陪伴，因此淫欲之念如火焚心，叫做内心之欲。凡贪爱于美色，身心二欲就缠绵不断，最是损精伤气，因而容易感染疾病。如果能远离色欲，那么精气不露泄，肾水自然滋生，并可上交于心，不思美色，心中常清朗，即能使心火不上炎，而可以下交于肾。水火能或调剂，身心的一切疾病即可消灭。这就叫善调身心，不用药而可使疾病豁然痊愈。对于修行人来说，节欲就更重要了。从强身健体、开窍开脉乃至明心见性，都需要大量的能量堆积，所以出家的修行人都要求断除。经云，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分，经百千劫，指明热砂。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顺应天道，愿你与时代同频共振，乘风破浪。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